开始因为这个环境的不同，所以生活的一个剥夺感是还蛮严重的，就是那些有趣的选择都不见了的。经过这几年，我觉得这些剥夺感的有一个好处，是因为它会让你必须要把这些外在的刺激都关掉，然后就像 Rachel 刚才说，就是你开始积极培养你有兴趣的东西。那时候中午在吃饭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压力很大，因为有时候他们聊的东西其实我也听不太懂，他们聊什么 F1 赛车什么什么，那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插话。如果能够躲到角落吃，我会选择躲到角落吃饭。欢迎收看《矽谷1001夜》，我是 Rachel， 我是田宁，我是明燕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一篇去年9月一个工程师发表的文章。那这位工程师呢，他是从纽约搬到西雅图，然后开始了他在 tech company 的一个职业。因为这篇文章呢，我觉得在座我们3个或多或少都可以就是有点共鸣，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篇文章。那这篇文章呢，就讲述了这个人他一开始其实是住在纽约，然后读纽约大学的 computer science。那他在读书的时候呢，其实有着非常快乐的时光。他说他都会去就是 Boba Guys 买珍奶啊，果然是美国。然后他在晚上的时候呢，会去很多 bar， 丰富的nightlife。毕业之后，他开始找 tech company 拿了那个 Amazon 的 offer。没想到就是这一切呢，就在他接受了这个 offer 之后呢，就开始风云变色了。然后他到西雅图之后，就开始发现了一些生活上的困难。第一点是呢，他觉得生活变成一个固定的 pattern， 早上开始上班，下午5点下班。下班之后呢，他就是自己在家里煮晚餐，做一些家里的杂事。第二个是他跟他的同事好像没有办法很 relate。他是刚大学毕业，所以他可能是23岁，那他同事可能是30几岁的年纪。当初鱿鱼游戏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就很 excited， 想说要找同事讨论，同事根本就不知道鱿鱼游戏是什么。他这样子交流很没有共鸣。The only people I knew in Seattle were my coworker, and I couldn't relate with them. 所以这个呢，会让他生活上觉得非常的孤单。然后第3点，他提到的是，他觉得在西雅图同质性非常的高，几乎他接触到的人都是 engineer。那他这边就举了一个例子说，他到西雅图之后呢，就开始在交友 app 上开始就是找很多人约会。他那时候转到 Google， 他就想说，那他就带这个女生去参观一下 Google 的 campus。没想到那女生就直接拒绝他，就说我之前 date 的时候我就已经去过 Google campus， 所以他就觉得说同质性非常高，然后非常没有什么样的变化。所以最后他总结，他就提到说，他其实蛮后悔他从纽约搬到西雅图去。It feels like I should be doing more instead of just being software engineer at the age of 26. 然后他觉得人生现在是他最黑暗，然后最孤单的一个时间。你们经过留学，然后开始担任工程师之后，你们有感受到这样孤单的情绪吗？其实会，尤其是之前疫情的时候，刚好室友们都回台湾，一个人待在家里，每天就是上班下班，晚上就好像也不知道干嘛，就是追剧啊，也没有力气精进自己了，就不知道下班要干嘛啦。去年是有一段低潮这样。你说2023吗？对，就觉得好孤单，做事情也没什么动力。那时候就是觉得，那我今年一定要改变自己，所以我就想说要培养几个兴趣这样，然后就开始玩一些什么钩织啊，或打一些羽球啊。钩织是什么？钩织，你们没有发我的本专？这是编织吗？钩织，对，反正就是下班就找一点事情做。我觉得打羽球感觉让你认识超级多人。对，生活算是有获得一些改善。你也有相同的感受。但这个脸就是没有。都还好，但我觉得其实 general 来说，男生跟女生的交友方式也有差。我觉得女生会比较多需要比较深层的 talk， 男生比较多是 networking， 是 professional network 或是点头之交，或者是平常可以约吃饭的朋友，对我来说还蛮足够的。他作者会感受到这个很强烈的失落感，还有一大部分是因为他本来从很多事情可以做的纽约到就是西雅图，跟我们从台湾的生活，然后到湾区也有一点点像。本来在台湾的话，不需要很主动去思考你想要做什么，就已经会有很多 option 已经跑出来了。我觉得我可以 relate 是来美国之后什么都不做的话，是真的什么都没有，就是 zero option。9点之后其实店也都关门了，加上治安也没有像台湾那么安全，所以也不会觉得说晚上我就是可以很放心的出去 explore。一开始因为这个环境的不同，所以生活的一个剥夺感是还蛮严重的，就是那些有趣的选择都不见了的。经过这几年，我觉得这些剥夺感的有一个好处，是因为它会让你必须要把这些外在的刺激都关掉，然后就像 Rachel 刚才说，就是你开始积极培养你有兴趣的东西。如果你正面去看它是让你生活很刺激的一些东西，但是如果反面去看的话，它可能是你生活上可以有的一些 distraction。所以我觉得这些孤独感，的确一开始是觉得非常难以承受，但是最后也是可以从这些孤独感中学到一些东西。很多时间让你可以好好思考你想要做什么产品，也是矽谷这么多新创的其中一个原因。
然后我觉得同质性的话，是真的很同质性高，就是比如说大家都是 engineer， 而且大家的个性可能会比较是理性思考。然后我一开始我有觉得说自己不一定很 fit in 的感觉，思考模式太就是跳的，然后又是比较感性一点。就我觉得在矽谷这边，除了大家都是工程师之外，大家都是很厉害的工程师。就你可能在家乡可能算是很优秀的工程师，但是到这里你变成优秀的工程师到处都是。我觉得在这里当一个很中庸的工程师，然后过一辈子嘛。我自己的存在价值是什么？有时候会这样问自己。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以前我给自己很多的自我价值的肯定，其实是来自于这些外在的 accomplishment。但是来这边就是等于是大家都是有这些 accomplishment， 然后就逼迫你归零，然后就会开始想，那我有什么地方可以 stand out， 或是对，那我自己的价值变成在哪里？明艳刚才在读文章的时候，我们也有提到说，那他会不会除了是当工程师感受到这些情绪之外，会不会跟他从学生转换到上班族的这个角色转换也有关系？因为学生其实蛮忙的，比上班忙很多。每天是有不同的事情要做的，是有变化的。那时候我觉得我学生的时候不会想太多孤单方面的事情，我还蛮充实的。开始上班之后，你会发现你的交友圈如果不大的话，你真的是超级无聊。超级孤单。那个经营交友圈的方式跟学生时代又不太一样。学生时代的时候是很自然而然会有那些 event 把大家聚在一起，大家一起上课，那你中午就是会一起去吃饭，然后或者是你每年就是会系上有办一些活动，大家就是会聚在一起，然后一起准备。对。但是上班之后就是大家每个人都超级独立，那如果你不约他，他也不约你，你们就是渐行渐远。大家在工作中会觉得跟同事无法互相理解吗？跟同事有点没有办法变得很熟。三元公司是比较多非华人，然后他们的文化就跟我们有比较大的差异。那时候中午在吃饭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压力很大，因为有时候他们聊的东西其实我也听不太懂。他们聊什么 F1 赛车什么什么，那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插话。如果能够走到角落吃，我会选择走到角落吃饭。我自己觉得跟同事还是没有办法到很当朋友那种感觉。对，就像 Alex 他在文章讲到，就是他在一个新环境唯一认识的就是同事，所以他很希望可以跟他们建立更深的关系。但我觉得好像就是会有一个东西卡在那边的感觉。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在职场上会保持一个距离嘛，我不太确定。就是可能同事之间也会觉得说，我们就是同事，我们就是保持 professional 的关系。像在台湾的话，我就可能听到有些朋友说，他们会跟同事就是下班会去唱歌啊，然后或是有一个旅行之类的。这边我感受到的是，就是工作跟生活大家是蛮切开的，所以跟同事会有 professional 的关系，但是不会到完全变成好朋友。Alex 比较 challenging 就是他从纽约到西雅图这件事，就像我们还算土生土长在湾区吧，从 Stanford 毕业，然后就有一些认识的朋友，然后朋友会再介绍朋友，至少有一个链可以往外伸。对，但他是完全自己一个人。对，然后在疫情的时候，对，然后直接要落地生根这样，真的很辛苦。但我觉得我们比 Alex 辛苦的地方是，就是文化跟语言，就是我们在这个美国的文化，然后要讲一个我们不是 first language 的语言，所以我们也会有这方面比他辛苦一点点的地方。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Alex 他分享了读了 CS， 然后现在在科技公司工作。好像没有一开始他想象的那么光鲜亮丽的生活。你们觉得出国留学工作和你当初的预期是一样的吗？我觉得比我预期的还要好原本没有预期博班会念的时候还算顺利，然后毕业前1年就是找到 IC 设计的工作，其实待遇真的是比自己当初预想的还要高蛮多的。那人际相处上呢？我觉得比预期差一点点，因为我们以为有来美国可以很融入美国的文化，但没想到后来就是在人际相处方面，其实还蛮在舒适圈以内的。有美国的朋友，但是好的程度都没有像台湾朋友。前10好的朋友都是台湾朋友，不会说有进到前10。他有个 ranking 前10好。那 Rachel 呢？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去香港，我就已经知道一些，如果来美国的话，可能不会那么舒适，所以我算是有做好心理准备吧。像我那时候刚到香港，我就天真的以为我在高中的时候过得不错，那我在大学也可以交很多好朋友。然后我就发现这件事其实很难，你要遇到跟你很合的，其实真的很难。大学或者是到硕士到上班，可以长期相处，找一个目标做的人会越来越少。但是对我来说这很重要，因为这是我跟人建立 bonding 的这个方法，就是靠这些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之类的。到工作之后可能就越来越少，所以其实到美国来之后，我就觉得很难交朋友。那你觉得这方面交友的牺牲为你换到了什么？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机会，比较好的 work-life balance。对，但是你有说这样比较快乐吗？也不一定。
那你可以想象，如果平行时空有另外一个你，高中毕业之后就是在台湾念大学，毕业之后念一个研究所，台湾工作的话，我觉得可能朋友会比较多，但是生活不一定会比较快乐。可能要常常不加班。好说，不好说。在台湾就不会有那么多 Instagram 的账号，多姿少女、对啊，桌球少女。在台湾比较难培养这些。就我一开始也会很天真的觉得说，哦，那来美国应该就是可以交到很多不一样的朋友，但后来就发现难度还蛮高的。我觉得一开始有蛮想要 push 自己 out of the comfort zone， 多去跟外国的人交流，我觉得是会给自己蛮大的压力。最后你都还是要去 balance， 因为如果你让自己处在一个长期就是压力很大，然后一直 push 自己，我觉得那个样子其实也不一定会快乐。交友的压力会很大，然后但是你还是要面对生活的很多其他面向。其他的话，我觉得可能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要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间。就你一来美国的时候，明天就在，也在你身边。那但是你还是觉得自己会很孤单吗？对，我觉得可能就算就爱情，可是友情，我以前算是会交很多不同领域的朋友。来这边的时候，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朋友的话，没有那个一直在跟朋友分享，然后整理自己思考的机会，比较不了解自己想要什么，才要去发展说，就算不跟朋友一直交流，我应该也要可以透过自己思考，然后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。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喽，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留学故事和你预期中的有没有很大的差别哦。喜欢我的朋友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海外生活不孤单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拜拜。